大家好，这里是乐道中医播客。我们今天谈论的主题是身体的测量准绳，灵枢古度中的比例智慧。大家好，欢迎来到咱们今天的深度探讨。你看啊，现在咱们身处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大家是不是经常会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不知道该听谁的那种焦虑感？没错，特别是健康方面的数据。对呀，你看你手腕上戴的智能手表，24小时不停地测你的心率，然后家里那个体脂秤天天算你的肌肉量啊、水分啊，甚至手机里各种 app 都在提醒你今天消耗的多少卡路里。感觉我们的身体全被这些外在的电子设备给接管了。是这样的，可是大家想想，如果此时此刻突然停电了，所有的屏幕都暗下来，电子设备全都罢工了，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去拥有一份真正属于我们自己深植于肉身当中的那种身体说明书呢？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其实脱离了现代仪器，我们依然有极其精准的方法去了解身体。对，所以咱们今天不聊那些复杂的仪器，我们要聊一门特别有物理感，甚至可以说能直接上手摸的手艺，就是教大家怎么通过摸自己身上的骨头去拿到解码身体健康的秘钥。这其实触及到了生命学里头非常迷人的一个维度。当我们翻开几千年前的《灵枢古度》这一篇啊，你会发现古人早就给咱们准备好了一份极其严谨的人体标准测量白皮书。白皮书这个词儿听着就很硬核，相当硬核。因为在很多人的刻板印象里啊，觉得中医好像总是充满那种哲学意味，天天讲无形的气啊、经络啊。但古度这一篇完全颠覆了这个印象，它里面全都是特别冷峻、特别精准的尺寸和数字。也就是说，它是在用数据说话。对的，所以咱们今天这堂探讨的任务，就是带大家一起把古书上那些看起来可能有点枯燥、深奥的几何学密码，还原成一张你们每一个人都能立刻上手操作的身体地图。哇，一张属于自己的身子地图，这听起来就不光是医学理论了。是的，它更像是一套教你怎么跟自己的肉身建立力学连接的高阶指南。既然提到精确的测量啊，我脑子里马上就蹦出一个画面，就是保存在巴黎的那个国际千克元器，或者是标准密元器。物理学的绝对基准。对，那是物理世界里绝对可靠的、不容置疑的度量衡。那在中医这么庞大的体系里面，好像人体的骨骼就是充当了这个不可撼动的元器。这个比喻非常贴切，骨头就是我们身体内部的度量衡。但是我其实一直有个疑问，你想啊，中医的核心往往是围绕着气血流动、经络循行来展开的，这些东西是动态的，甚至是无形的。那如果要定位经脉，为什么偏偏非得先去量骨头呢？为什么不直接去量肌肉，对吧？对呀，为什么不量肌肉的走向，或者量皮肤表面的纹理呢？这个是一个直击本质的问题。要回答它，咱们得去体会一下古人当年建立这套体系时的底层逻辑。在《灵枢》里有句话，简直是点睛之笔。哪句？叫做骨为干，脉为营。骨为干，脉为营。对，大家可以把这个宏大的身体架构想象成一棵参天大树，骨骼就像是这棵大树的主干，它是整个系统里最底层、最坚硬的支撑结构。而那些负责输送气血的无形经脉呢，就像是依附在树干上蜿蜒生长的藤蔓，或者是沿着坚固的城墙炸下来的营将，对吧？脉为营嘛。没错，你想想看，如果没有那堵坚固的城墙作为绝对的参照物，你根本没法准确描述那些营帐的方位。藤蔓长得再茂盛，它也必须得依附在一个具有绝对空间坐标的树干上。我好像有点明白了。因为人这一辈子，咱们的体型和软组织其实是一直在变来变去的，变化太大了。比如你这2年饮食习惯变了，体重长了20斤，肚子上一堆脂肪。哎呀，太真实了。或者说我最近突然迷上去健身房举铁，咔咔练，肩膀和胳膊的肌肉维度一下子就暴增了。是啊，又或者随着年龄长长，胶原蛋白流失，皮肤不可避免地会松弛下垂。在所有这些软组织不断形变的过程当中，中医必须要找到一个绝对恒定的锚点。我懂了，肌肉会萎缩，脂肪会到处跑，皮肤也会松，但是只要你成年了，只要成年，你个骨骼长度、
各个关节节点的位置，这些身体的硬件参数就彻底定型了，它是恒定不变的。所以古人其实是在做一种剥离变量的工作，对吧？他们展现出了极强的工程学思维，直接把那些会干扰视线的胖瘦啊、肌肉啊全剥离掉，死死锁定了人体内部最核心的定量。只有确立了骨骼的绝对长度，也就是我们说的骨度，医生才能像顺藤摸瓜一样，非常精准地测算出那些无形经脉的长度和走向。这个就叫脉度。用有形坚硬的骨头去锚定无形流动的气血，这逻辑绝了。是的，其实这就是一种极其严谨的科学实验逻辑。可是讲到这里，我脑子里又冒出一个新的矛盾点啊。古人在骨度里面设定了一个成年人的标准模型，我记得身高是75寸，对吧？对，75寸。但这听起来是个悖论啊。你看世界上人跟人多不一样啊，有高矮胖瘦。如果说一个1.5米的娇小女生和一个2米高的职业篮球运动员，咱们都用75寸之同一把尺子去量，这不就完全乱套了吗？哈哈，这恰恰是这套体系最让人惊叹的智慧所在了。古人设定的这个75寸，根本不是要求全天下的人都必须长到这个绝对高度。那是什么意思？它其实是创立了一种等比例缩放的理念，也就是中医里非常有名的骨度分寸。如果换用现代科学的语境来说，这绝对是中国医学史上最早的拓扑学应用了。等一下，拓扑学这才很高级啊！我的理解里，那不是高等数学里研究空间形变的一个分支吗？你了解的挺深呐。就是比如你在一个橡胶气球上画个网格，然后不管你怎么拉伸、怎么挤压这个气球，网格里各个点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是永远不会变的。你的意思是，古人把人体看成了这种可以等比例拉伸的拓扑图形？这个比喻非常精准，完全就是这个意思。不管你的绝对身高到底是1.5米还是2米，在你专属的身体坐标系里，你各个骨骼之间的相对比例是恒定成立的。能不能举个具体的例子？没问题。比如古人规定，从你前发际线的正中到下巴底部的这段长度定为1尺，然后从你的喉结到锁骨中央凹陷处，也就是缺盆那个位置，定为4寸，也就是1尺和4寸的比例关系。没错。所以不管你是个2米的巨人还是个小个子，只要用你自己发际线到下巴的长度作为基准去折算，你的喉结到锁骨永远都是4寸的比例。哇，这种看似粗糙，实则极度精密的按比例折算法，直接让一套医学标准完美适配了世界上几十亿有各种个体差异的人类。这就是真正的高级量体裁医。中医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摆脱了对绝对数值的死板依赖，去抓住了人体内在的谱面规律。提到人体比例，大家肯定会想到达芬奇画的那幅著名的维特鲁威人，就那个张开双臂在圆圈和方块里的人体比例图。但那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事情了呀。没错，骨度里的这些比例记载比达芬奇可是早了1000多年。而且呢，这里还有一个特别震撼的现代科学实证。现代科学怎么说？我们平时可能总是习惯性的怀疑，几千年前古人就靠手工这么量出来的数据，放到咱们现代人身上还能准吗？毕竟现代人的营养水平、基因表达早就变了。对啊，现在孩子一个个都长得那么高。但是在2021年，有一项基于大样本3D 骨骼 CT 扫描的现代人体测量学研究，专门去验证了骨度里的这些数据。3D CT 扫描，那可是毫米级的现代精密仪器啊！它跟几千年前的足检记录对撞，出什么结果了？结果让整个医学界都非常震撼。在海量的现代中国人群样本里头，古籍里记载的那些比例，比如说肘至腕长1尺2寸变，还有膝至外踝长1尺6寸，这些古老的比例和现代3D CT 测量出的平均比例相比，误差率竟然低于5%。天哪！误差率低于5%，大家稍微停一下，仔细体会一下这个数字背后的分量。这说明什么？说明骨度绝对不是什么玄妙的哲学猜想，它是实实在在的解剖学。对啊，它是经历了几千年人类进化，甚至经受住了现代最尖端影像学检验的实证解剖学。竟然这把尺子这么准，我觉得大家现在肯定已经迫不及待想在自己身上找一找了吧。
肯定手痒了。昨天我在看这些准备资料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个非常基础的定位基准，我马上就在自己身上试了一下，感觉非常奇妙。大家现在不妨也跟着我一起感受一下啊！大家可以跟着找一找。好，你现在顺着自己胸口正中间的肋骨往下捋，就在两边肋骨交汇的最下端，你能摸到一个硬硬的、微微有点尖儿的骨头，这个在解剖学上叫胸腱联合，找到了吗？往下捋，微微有点尖儿的那地方。对，然后你手指再往下摸到你的肚脐中心。古人明确规定了，从你的胸腱联合到肚脐的这段直线距离就是你身体的8寸，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比例尺。是的，不管你现在是刚吃完大餐，肚子圆鼓鼓的，还是饿了一整天，腹部都凹下去了，这段由骨头和关键节点锚定的距离，它的内在比例永远是8寸，这就是你身体中轴线上的定海神针。找得非常准确。当大家用手掌覆盖住这段8寸的时候啊，你其实就已经正式接入了自己身体的那个定制版地图了。感觉像拿到了系统最高权限。哈哈，不过这绝不仅仅是为了让你在家里方便找找穴位而已，这里涉及到了我们今天必须深入探讨的另一个核心议题。是什么？就是中医之所以要这么精准地丈量骨度，其实是在审视我们人体这套复杂的力学框架，看看它有没有偏离出厂设计。力学框架，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身体内部各个骨头的比例出现了不对称，或者长度比例不符合骨度的标准，就像是咱们盖房子的时候，底层的承重墙歪了。房子的比喻挺形象，但如果用现代生物力学里的一个概念来解释，会更加透彻，也就是人体筋膜张力网络，或者叫张拉整体结构。张拉整体结构 （Tensgeti） 对吧？对。你可以把人体的骨骼啊想象成一顶巨大帐篷里的坚硬支撑杆，然后包裹着骨骼的那些筋膜、肌肉，还有循行在里面的经络，就是拉扯着支撑杆的弹性绳索。哦，骨头是撑杆，筋膜和经络是绳子。没错，在这个系统里，骨骼并不是直接相互压迫的，它是悬浮在筋膜的张力网之中的。只有当所有支撑杆的长度比例绝对标准，绳索的张力均匀分布的时候，这顶帐篷才是最稳固的，人体也就是最健康的。那如果骨度失衡了呢？比如古书里提到的骨为大则太过，小则不及，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某几根支撑杆变形了，或者被强行拉长缩短了？完全正确。只要有一根支撑杆出现了力学位置的偏移，那根弹性绳索，也就是我们的筋膜，张力马上就会异常。有的地方就会被死死勒紧，有的地方又会过度松弛。对，如果长年累月都这样，这种物理和力学层面的失衡，就会直接导致中医里常说的经筋病变，进而把你依附在上面的经络给彻底堵死。经络一堵，里面的气血可就过不去了啊。经络不通，内脏的气血送自然出问题。所以很多时候，咱们觉得脏腑器官虚弱或者有病变，它的根源其实是在于你外部力学框架的崩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现代的正骨技术，还有那些脊柱康复医学，在底层逻辑上跟灵枢骨度是完全同频的。是的，大家是在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语言描述了同一个身体真理。听到这里，真的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过去咱们总以为，哎呀，胃痛就去治胃，头痛就去吃治头痛的药，但往往忽略了，也许是你的骨骼这根支撑杆歪了，导致经过胃部或者头部的经络被勒得太紧了。没错，其实就是绳子勒住了。既然这个力学框架这么重要，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该怎么去察觉它有没有变形呢？毕竟咱们不可能每天都跑去医院拍全景的 CT 呀。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其实我们自己在家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测量和评估。对，我在研究这些资料的时候，也总结了2个特别简单的日常自检方法，觉得非常适合大家随时随地测试一下。哦，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呢，我们可以叫它平躺脚踝自检。比如今天晚上睡觉前，你平躺在稍微硬一点的床垫上，双腿自然伸直，彻底放松。要完全放松。对，然后你找家人帮你从脚底的方向观察一下。观察哪里呢？就是你双脚内侧那个凸起的骨头，也就是内踝尖。
看看左右两个内踝尖是不是在同一条绝对的水平线上。这个自检很巧妙，如果在一条线上，说明骨盆和下肢力学是平衡的。是的，但如果发现明显的一高一低，也就是大家俗称的长短腿，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力学警报了。它往往预示着你的骨盆已经发生了旋移，或者下肢的张力网络出现了严重的失衡。这个非常实用。还有一个呢？第二个更简单，叫站立双肩自检。你只要站在家里的全身镜前面，双手自然下垂，深呼吸几次，让自己放松下来，然后你就观察自己的两个肩膀是不是在同一个高度，观察有没有高低肩。对，如果有明显的高低肩，大家千万别觉得这仅仅是仪态难看的问题啊，它往往是你的脊柱侧弯了，或者是颈肩部筋筋张力严重不对称，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呢。这两个自检方法可以说是抓住了骨度力学评估的精髓了，一个看骨盆的水平，一个看肩胛骨的对称。是啊，一旦在这些自检里发现了失衡的端倪，咱们就能在它演变成严重的脏腑疾病之前，及时在结构上进行干预。而且呢，在自我调理的过程中，这把由骨骼构建的测量尺，也是我们精准定位特效穴位的黑科技。太对了，既然聊到这儿了，如果我们要把这个理论立刻落地，咱们刚才提到的折半取穴法绝对是个绝佳的例子，给大家实操一下。大家根本不需要去死记硬背那种极其复杂的解剖图，只要调用咱们刚才找到的那个定海神针，就是胸剑连活到肚脐的那8寸。没错，大家回忆一下，胸口那个硬骨头下端到肚脐这8寸距离，你只需要非常精确的取这8寸的正中点，也就是肚脐正上方4寸的位置。这个位置很关键。这个点，无论你现在是拥有100斤的马甲线，还是200斤的皮胶肚，只要取你自身这8寸骨度的绝对重点，它就一定是胃病的特效穴——中脘穴。这种完全避开表皮脂肪干扰的定位逻辑，真的非常高级，不管胖瘦都极其精准。对呀，平时大家如果经常觉得胃痛啊、腹胀啊、消化不良，你每天用适当的力度去按揉这个只属于你自己的中脘穴，不仅能缓解症状，更是对你局部气血的一场大疏通。躯干部的定位确实很精妙，但其实当我们把视线转移到头部的时候，骨度分寸法的应用同样会让人叹为观止。头部感觉更难找啊，解剖结构太复杂了。是很复杂，但古人依然在头上找到了永恒的坐标系，比如我们经常提到却总是找不准的百会穴，还有风池穴。百会穴大家都听过，人体诸阳之会嘛，提神醒脑、升提阳气的核心枢纽。但我发现很多人按百会穴就是摸到头顶，然后随便乱按一通，大致在个头顶最高处就完了。对，其实如果用骨度的比例按百会穴，是有一种非常精准的手感。你给大家具体描述一下这个手感。好，首先呢，你要在纵向上建立一个坐标，找到你脑门前方的发际线中点，再找到后脑勺的后发际线中点。古人的标准是从前发际线正中向后丈量5寸，或者从后发际线正中向前丈量7寸。这是一条纵向的线。接着咱们建立横向坐标，你找到自己左右两边的耳朵最尖端，在脑海里想象有一根无形的线把这2根耳尖连起来，然后垂直往上延伸。2条线要相交了，之后用食指的指腹轻轻去探、去按压，你会真切地感觉到那里有一块微妙的骨骼凹陷。那个微凹感就是点睛之笔。没错，那种深层次的微凹感才是真正的百会穴所在。大家以后每次觉得头昏脑胀或者失眠、焦虑的时候，你去按揉这个交汇点，效果真的是立竿见影。你对骨骼标志物这种触觉描述的太生动了。其实刚才咱们提到的另外一个穴位风池穴，它的定位法则更加直白地依赖于骨性标志。风池穴怎么找？大家现在可以把手放在耳朵后面，摸一摸，是不是能摸到一块明显隆起、有点坚硬的高骨？耳朵后面硬硬的，摸到了。中医把这块骨头命名为腕骨，在现代解剖学里呢，它被称为乳突。你顺着这块高骨慢慢往后方滑，就在它后方紧挨着的那个深深的凹陷里头，那个地方就是风池穴。哇，这真的是像攀岩一样啊！是。
你会发现几千年前的医者，完全就像攀岩者寻找岩石的裂缝一样，顺着骨骼的起伏和沟壑，在我们的身体上绘制这张宏大的经络地图。沿着骨头的山川河流去寻找生命力的泉眼，这种感觉太美了。不过话说回来哦，如果我们的听众在刚才的字典里面真的发现自己有高低肩或者长短腿，感觉身体的力学框验已经有点吃力了，除了按揉这些穴位，我们有没有什么直接针对骨骼力学层面的日常舒缓方法呢？这个肯定有，结合骨骼力学和筋膜张力的原理，有一个非常温和但是极其有效的动作，叫做仰卧屈膝抱胸法。仰卧屈膝抱胸法，对，它能够从源头上释放整条脊柱和骨盆周围过度紧绷的张力。既然我们今天一直在强调用身体去感知，不如咱们现在就引导大家一起在脑海中或者在安全的场地实践一下。没问题。如果大家此刻正舒舒服服地待在家里，可以在地板上铺个瑜伽垫躺下来。但如果你正在开车或者正在挤地铁，那就把这段声音记在身体里，今天晚上睡觉前试一试。我们可以慢慢来。好的，现在试着让自己平躺在比较硬的平面上，让你的双腿自然弯曲，然后慢慢地把两个膝盖往胸口的方向收拢，动作一定要慢。接着伸出你的双手，轻轻抱住你的小腿前侧或者膝盖窝的正下方。记住啊，不需要用蛮力，只是非常温柔地把膝盖向你的胸口贴近，去感受背部的贴合。把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呼吸上，深深的吸气，缓慢的呼气。就在你呼气的那一瞬间，你去感受一下你的后背，会感觉到肌肉在拉伸。是的，你会发现腰椎的缝隙，整个骨盆的后侧，甚至是你一直紧绷的后颈。那些平时因为久坐而死死纠结在一起的筋膜，正在被一点点的拉伸、松绑。那种感觉就像是拧紧的螺丝终于被松开了一样。我们就保持这个姿势停留1分钟左右。在这个极致放松的过程中啊，你其实就是在给你的骨盆和脊柱进行一次力学层面的重置，相当于系统复位了。没错，如果每天坚持做2到3次，能够非常有效地帮助那些已经偏离的力学框架恢复到中正的状态。这个动作真的很舒服。但这里我们需要非常严谨地提醒大家一下，如果你在自检中发现双侧极度不对称，或者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刺痛、麻木以及非常明显的脊柱侧弯，那就是超标了。对，那意味着你的支撑杆的形变已经超出了自我修复的极限。这个时候就必须去寻求专业理筋正骨医生的帮助了，需要通过专业的手法去重建你的张拉整体结构。对，日常的觉察交给我们自己，病理性的创伤还是得交给专业人士。跟着刚才那套舒缓的呼吸啊，我们今天这场关于身体度量衡的深度探讨也接近尾声了。时间过得真快，从灵枢你枯燥的尺寸聊到现代的 3D CT， 从巴黎的米元气聊到人体内部的力学帐篷，聊透了这些，你会发现骨度绝对不是固执堆里的死亡数字，它是活生生的。对，它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一把用来读懂自身肉体的天然标尺。确实如此。当我们真正理解了身体各部位的严谨比例，看懂了骨骼力学所蕴含的对称之美，我们其实就掌握了调和形体与气血的底层密码。健康从来都不应该完全外包给智能设备上那些冰冷的数据，它的终极答案其实一直镌刻在你自己的骨头里。这份确信感，也是我们今天最想传递给每一位听众的礼物。希望大家都能拿到这份说明书。不过在最后，基于咱们今天探讨的骨度决定脉度的理论，我还是想抛出一个稍微有些刺痛感的新思考，留给大家去慢慢回味。什么思考？既然我们已经明确了骨骼的长度、形态以及关节的位置构成了我们体内精气运行的物理轨道，那咱们不妨审视一下自己现在的生活日常。现代人的日常确实问题挺多。是啊，大家想一想，我们每天长达7、8个小时低头看着手机屏幕，整天佝偻着背伏案敲击键盘，这就导致了一个极其可怕的现代流行病。你是说颈椎曲度的问题？对，越来越多的人颈椎生理曲度正在变直，甚至是反弓，脖子后面还长出了厚厚的富贵包。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而且令人警醒的延展。如果我们把这个现代现象带入古度的逻辑来看的话，结论其实是不言而喻的，会有很严重的后果。是的，当我们日复一日在不知不觉中用不良姿势强行重塑了自己颈部和脊椎的骨骼形态时，我们改变的仅仅是骨头吗？不，我们实际上是在强行篡改气血运行的原始版图。强行篡改气血版图这个说法太一针见血了。当我们的骨度被现代科技生活扭曲重置的时候，那些原本依附在上面顺畅流淌的经络网络，此刻又在经历着怎样灾难性的拥堵和变局呢？骨骼歪了，经络的轨道也就跟着脱轨了。这种结构性的崩塌，难道不正是很多现代人查不出原因的慢性疲劳、头痛甚至内分泌失调的深层根源吗？值得深思。当我们每次想要不由自主地低下头，把自己埋进手机屏幕的时候，希望这个问题能像警钟一样在大家的脑海里回荡一下。保护好你的骨度，就是保护好你的健康。这里是乐道中医，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疗愈。下期我们再慢慢聊，再见。